大家想象一下哦，一个16岁的女孩，满怀期待的进入全球知名的连锁速食店打工。人生第一份工作。对，在她的认知里，这是一个很安全、有制度，而且光鲜亮丽的大企业。但你绝对想不到，在监视器拍不到的死角，在看似日常的一张拍班表背后，竟然隐藏着长达1年的权势性暴力噩梦。真的很让人心痛哎。当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站出来举发，换来的不是正义，而是接二连三的社会冲击，最后让他在绝望中走向生命的尽头。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司法机关居然2度不起诉这名加害的主管。这起震惊全台湾的案件，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致命的差错？这案件的每一个转折其实都充满了矛盾。这次的深度解析，我们不只是要探讨一起职场性骚扰案，而是把这起悲剧当作一个切入点。没错，我们手边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包括法庭的卷宗、企业的官方声明、劳工局的采法记录，还有好几个民间团体的调查报告。把这些全部拼凑起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性失能。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带你们一起看懂这些资料背后的运作逻辑。在现代企业层层叠叠的管理架构下，权力不对等到底是怎么变成武器的？还有，我们一直以为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律制度，为什么面对创伤的时候会显得这么笨拙，甚至有点冷酷？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得先回到故事的最源头，去看看那个权力陷阱是怎么被悄悄布下的。对，时间先拉回到2022年8月。没错，地点在台北市的一家麦当劳分店。受害者我们叫他小雨，当时他才刚满16岁。资料有特别提到他的背景，他其实是因为面临家庭的经济压力，必须靠这份打工来维持生活。这个背景非常关键哦。当你需要这份薪水来生存的时候，你对这份工作的依赖度就超级高。那加害者是谁呢？是这家分店里一个42岁的李姓乡里。42岁对16岁。大家想想看，这中间有将近25岁的年龄差，更不用说在职位上，一个是掌握实权的主管，另一个只是基层的兼职工读生。在速食产业这种高度标准化的工作环境里面，乡里这个职位看似只是个中阶主管，可是对基层员工来说，他几乎掌握了生杀大权。怎么说？具体来说，就是他拥有排班权，还有职务分派权。我在看这些调查报告的时候，脑海中一直浮现一个画面，这就像是一张无形的蜘蛛网，你知道吗？而班表就是那张网的丝线。这个比喻蛮贴切的。主管控制着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他可以决定你这个月能赚多少钱，他甚至可以故意把你排在深夜或者是人烟稀少的时段。所以，权势性侵往往不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暴力，而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绝对控制。确实是这样，这种控制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看家属事后的还原，这位李姓乡里一开始其实没有展现出任何威胁性，反而很友善，对不对？对，非常友善，处处展现出那种照顾后辈的姿态。在犯罪心理学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建立信任的过程，我们叫它 grooming。驯化。没错，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16岁、社会经验还不够的女孩放下戒心，让她觉得主管是个好人。等到信任建立起来之后，那个网就开始收紧了。从2022年底到2023年这段期间，他就开始利用排班和分配工作的权利，刻意去制造跟小雨独处的机会，把他拉到更衣室、仓库或者是楼梯间这些地方进行侵害。而且资料里有明确指出，这些地点全部都是监视器的死角。他甚至还会尾随小雨到他家附近。这种侵害次数高达10次。那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人一定会问：为什么不直接离职？对，为什么不走？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权力结构。16岁的女孩，她害怕失去收入，同时又对成年主管的权威感到恐惧。然后，当她真的承受不住，试着要递交离职单的时候，这个机制又一次把她困住了。这个真的是我看资料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个主管居然直接拒绝签署他的离职文件。
啊，很荒谬，对吧？对啊，在一个跨国的大企业里面，一个基层员工想走，居然因为一个加害主管不签字就被卡死了，逼得小雨最后只能用故意旷职这种会留下不良记录的方式，才在2024年的2月得以脱身。可是离开那间餐厅只是物理空间上的脱身，他真正的噩梦才刚要开始。这么说， 2024年3月，小雨在朋友的鼓励下报警了，也向麦当劳提出了性骚扰的申诉。2个月后，公司内部调查成立，这名李姓乡里就被解雇了。按照我们一般的想象，故事到这边应该是正义伸张了嘛，加害者被开除，受害者也报了警。表面上看是这样，但现实却是，当小雨勇敢地把那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搬开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满身是伤，而且没有人接住他。没错，因为他失去了工作，又很急需生活费，在身心状态极度脆弱的情况下，他开始很急迫地去寻找新工作和赚钱的机会。然后就遇到了网络诈骗。对，惨遭社会的2次冲击。他先是遇到投资诈骗，本来就不多的9万块积蓄全部被骗光。9万块对一个16、17岁的打工族来说是一笔大钱呢。然后接着更惨，他为了找工作，误信了网络上的陷阱，交出了自己的银行账户，结果呢，居然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户。天哪，一个本来就带着严重心理创伤的性侵受害者，不仅钱没了，还要因为变成诈骗嫌疑犯，频繁地跑警局接受盘问，这对他的精神状态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在卷宗里看到一个细节，真的让人在荧幕前愣了很久。小雨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像女生，以免再次成为被侵犯的目标，她把长发越剪越短，最后剪成了近乎男生的平头。这个行为，在心理学上是非常强烈的求救和防御讯号。这代表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塌了，是一种极度的解离状态。最终在2024年的11月，他只给妈妈留下一句"妈妈，我去全家"的讯息，就在百灵桥坠河轻生。这不只是一个悲剧，这根本是一个系统性的谋杀。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谷底，那就错了，因为接下来司法系统的介入，反而让这道伤口被撕得更大。对，法院层面的发展非常让人无力。士林地检署在2025年4月，还有2026年3月，居然2度给予这名李姓乡里不起诉处分。一个女孩都用生命作为指控了，检察官却说证据不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带着情绪去看这个结果，一定会觉得完全无法接受。但我们必须冷静地来解一下法庭的逻辑，你才会发现现代的司法证据法则跟人类的心理创伤之间存在着一道多么巨大的鸿沟。检方不起诉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有4个核心理由。第一，小雨在最初报案的时候说被侵害了6次，但后来作证时又改口说10次，检察官就认为供述前后不一，缺乏可信度。等一下，这不合理吧？任何人在经历过那种长期的恐惧和创伤之后，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下去报案，数字记错，或者是后来才慢慢回忆起更多细节，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确实是人之常情，但这就是法律跟医学的冲突点。第二点也是类似的情况，检方发现小雨确实在案发后有去看了精神科，可是就医记录上医生只写了社交恐惧症。他没有提被性侵吗？卷宗显示他并没有向医生提到自己被性侵。当然不敢提啊。对一个长期受到权势压迫的未成年少女来说，要她在一个陌生的诊间对着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医生坦诚自己被性侵，这需要多巨大的安全感？没错，病历上的这种沉默，在精神医学上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创伤后的逃避反应。可是，在法庭上，法官和检察官看的是白纸黑字的客观证据，病历上没写，在法律的解读里，就很可能变成这件事没有发生。好，就算记忆会混乱，看医生不敢说，那物证呢？我明明在资料里看到一段很关键的 LINE 对话截图哦。李楠私讯小雨问说多少钱能和解，然后小雨直接回呛：
你对我性侵没赏到今天吗？对，是有这段对话。这难道不是铁证吗？他自己都问要多少钱和解了。这边就牵涉到检方的第3和第4个考量了。首先，小雨的手机后来泡水坏掉了，所以很多完整的对话脉络没有办法透过数位鉴识去还原。那李楠那边呢？李楠那边就拿出了对他有利的片段截图，去主张说他们是合意交往。至于你刚刚提到的那句多少钱和解，对啊，这句怎么解释？李楠的律师在法庭上辩称，他询问和解是针对小雨向公司提出的性骚扰申诉，他想要私下解决来保住工作，这并不代表他承认自己犯下了刑事上的性侵。哇，这完全是在玩文字游戏啊！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叫做无罪推定，或者说罪依为轻。意思就是，当证据存在疑点，没有办法100%证明被告有罪的时候，利益必须归于被告。那家属的证词呢？因为小雨的妈妈跟前男友虽然出庭作证说小雨有跟他们哭诉过，但他们没有亲眼目睹案发经过，这在法律上属于传闻证据，效力非常低。所以在缺乏直接物证，又只有破碎对话截图的情况下，检察官就做出了不起诉。对，只能依法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听下来，我们的法庭其实是在要求受害者当一个所谓的完美被害人。非常精准的形容。你必须像一个行车记录器一样，即使被侵害了，还要很冷静地记下每一次的精确时间地点，不能有任何记忆模糊。然后还要立刻去找医生完整报告，最好还能自己录下对方的认罪自白。但这完全违背了创伤医学的常理啊！如果我们看《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DSM-5，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也就是 PTSD。对 ，PTSD 的典型机制就是大脑为了保护个体会产生解离，这会导致记忆碎片化。法律要求受害者要有完美的记忆，可是创伤本身就会摧毁记忆。大家可以试着把自己放在检察官的位置想1秒钟，你面对一边是带着破碎记忆，没有办法提供连贯证词的受害者，另一边是发生在没有监视器的死角、缺乏直接物证的密室案件。你的法律训练告诉你，没有铁证不能起诉，但你的常理告诉你，这个女孩经历了地狱。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哗然。因为大家突然发现，我们的法律居然接不住这个受创的灵魂。而且除了司法的失能，这个案件也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企业治理表面上的那层皮。事发之后，台北市劳动局对麦当劳开出了100万台币的重罚。说真的，看到这个裁罚的时候，我其实愣了一下。麦当劳不是已经把那个加害的主管解雇了吗？为什么还会被重罚100万？因为根据性别平等工作法，雇主的责任绝对不是把加害者开除就没事了。劳动局开罚的核心理由是，麦当劳在知悉事件后，未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补救措施是指什么？意思是说，从小雨提出申诉到他最终轻生的这大半年里面，这家跨国大企业并没有主动提供他任何心理咨商的转介，也没有介入协助他去寻求社会福利或是医疗支援。这样说好了，这就像是有个员工在公司里面被一块大石头绊倒，摔断了腿。然后公司接到通报之后，确实派人把那块石头搬走了，也就是开除了主管。但是公司居然就这样看着那个员工拖着断掉的腿，流着血，让他自己慢慢爬出公司大门，完全没有帮他叫救护车。你这个比喻把企业责任的本质讲得非常透彻。你不能只处理问题制造者，却不处理受伤的员工。对啊，我们现在产业界天天都在喊 ESG， 对吧？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其中的 S， 也就是 social 社会责任，它不只是办净摊或公益活动而已。那它最核心的要求是什么？是保障员工的身心健康与职场安全。麦当劳被罚款，又面临社会压力之后，确实有做出回应啊。他们推出了3大改革，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职场安心委员会，全面增加餐厅内外的监视器涵盖率来消除死角，还加强了各级主管的性平培训。
他们甚至对全台2万多名员工进行了普查。对，感觉就是如果死角是问题，那我就把每一个角落都打上灯光。这些在企业的危机管理上都是很标准的动作，但是许多劳权团体立刻就点出了一个盲点。什么盲点？硬体的升级其实很容易，花钱就有了，但企业文化的改变却非常困难。如果你只是装了更多的监视器，却没有把性平指标真正纳入主管的绩效考核里面，只要底层员工依然因为害怕被砍班而不敢发声，没错，那这些监视器拍到的永远只会是员工沉默服从的画面而已。这就带到了另一个让我觉得蛮冲击的层面，社会大众的反应。这个案件曝光之后，网络上出现了非常剧烈的撕裂。那个事件。对，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谓的建中生 threats 贴文事件。当很多网友因为同情受害者发起抵制麦当劳的行动时，居然有一些台湾最顶尖高中的学生刻意去买麦当劳吃，他们还拍照发在社群平台上，对，配上嘲讽的文字说没有女权的世界真好。这个现象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一群受过最优质教育的年轻人会对一个16岁女孩的悲剧做出这样的反应？高雄中学的校长就严厉批评，说这是一种智商高的低社会理解。这显示出他们虽然很会考试，但对于社会结构中的权力不对等，对于他人的苦难，缺乏最基本的共情能力。可是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们真的觉得性侵无所谓吗？妇女团体的分析其实给出了解释，这反映了我们当前的性平教育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在现在网络极端化的推波助澜下，很多年轻人把女权或性平当成一种可以用来对立、嘲讽的网络迷因，就是 meme， 把它当梗在玩。对，他们在网络上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政治正确，却忽略了这个事件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性别意识形态的战争，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关于职场权力滥用跟基本人权的悲剧。当一条年轻的生命消逝，却被载化成网络论战里的玩笑梗，这对家属来说绝对是难以承受的2次伤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像是光环协会、公都盟这些，决定不再只停留在道德呼吁了。他们要求制度面的实质改革，而且提出了几个很具体的诉求。第一，修法引进第三方的独立调查机制，不能让企业永远球员兼裁判。这个很合理。第二个，也是针对我们刚刚讨论的法律盲点，他们呼吁宪法法庭应该将 PTSD 等精神医学的鉴定结果正式纳入法庭客观证据的衡量标准中，不能再用一套僵化的标准去检视受创的大脑了。对，第三，就是强制要求企业把性平防治列入 ESG 的核心评核里面。我们的时间拉回到现在哦，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是2026年5月5日。这份资料的最后更新显示，这起案件其实还没有结束。是的，台湾高检署在审查之后，认定士林地检署前线的侦查依然不完备，所以第3度将案件发回续查。第3次发回，这在司法实务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这代表连司法体系内部也有人察觉到了现行的证据法则在处理权势性侵案件时有严重的局限性。所以这场法律跟社会现实的拉锯战其实还在持续当中。读完这些庞杂的资料，我想这起案件不只是一则沉重的新闻，它更像是一个警钟。没错，职场上的权力不对等不只发生在速食店，它可能存在于办公室、学校，任何一个有阶级制度的地方。个人的防范意识当然重要，但如果制度不改变，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掉进蜘蛛网里的人。确实如此。最后，我想提一个在阅读这些卷宗时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想法。我们看到企业事后加装了无数的监视器，试图用硬体设备去消除物理空间上的死角，想要把所有黑暗的地方都打上灯光。但是如果一个42岁的主管，他根本不需要使用暴力，仅仅是利用一张排班表的权利，就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间人来人往的知名连锁餐厅里，把一个16岁的女孩困在无形的牢笼里长达1年。
那么我们必须问自己，真正的死角到底是在监视器拍不到的楼梯间，还是隐藏在企业阶级制度和劳资权利极度不对等的深渊里呢？真正的死角或许从来都不在空间里，而是在人心的傲慢与制度的冷漠里。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慢慢咀嚼了。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探讨见。